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跨海婚姻的故事，一个来自广西的聋哑姑娘嫁到台湾后的曲折经历。现在两岸婚姻虽然已经不像早年那么多了，但这种跨海的缘分依然在延续。这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思考。小芳，一个来自广西的壮族姑娘，今年28岁，有着少数民族特有的异域风情。她生得眉清目秀，皮肤偏黑但很健康，眼睛大大的，笑起来特别有感染力。只可惜老天爷和她开了个玩笑，她一出生就是个聋哑人，无法像常人一样说话和听声音。小芳的童年堪称悲惨，她7岁那年父母离异，父亲很快娶了继母。谁知这继母对小芳并不好，经常打骂她，有时候连饭都不给她吃。更过分的是，继母常常把小芳关在家里不让出门，说是怕丢人现眼。就这样，小芳忍受了4年的折磨，在11岁那年的一个雨夜，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。真的是苦命娃儿啊！这继母也太狠心了吧！小芳年纪小小就开始了流浪生活，凭着聪明和坚强，她在街头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能，有时候在小吃店帮忙洗碗，有时候在路边卖些小玩意儿。虽然不会说话，但他学会了用纸笔交流，还自学了简单的手语。就这样，他一天天长大，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他20岁那年。当时他在广西南宁的一家手工艺品店打工，制作壮族特色的刺绣。一位台湾游客阿斌被他的手艺所吸引，多次光顾。阿斌是台湾嘉义的农产品商人，经常来大陆采购和观光。虽然小芳不能说话，但阿斌发现她非常聪明，两人用纸笔交流非常顺畅。阿斌渐渐被小芳的坚强和善良打动，常常带一些台湾的小礼物给她。小芳也被阿斌的真诚和体贴所感动，就这样，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。哎呀，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啊！经过2年的异地恋，阿斌终于向小芳求婚，并带她去见了自己在台湾的父母。阿斌的父母虽然一开始有些顾虑，担心儿媳妇是聋哑人会有交流障碍，但见到小芳的真人后，被她的善良和勤劳所打动，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。就这样，28岁的小芳嫁到了台湾嘉义，成为了阿斌家的新媳妇。婚礼办得很简单，但很温馨。小芳穿着壮族特色的绣花嫁衣，美丽动人。阿斌的亲朋好友都来祝福，还特意学了几句简单的手语表示欢迎。这多暖心啊！新郎家人的用心和包容，给了这个苦命姑娘一个温暖的归宿。然而，婚后的生活并不像童话那样一帆风顺。虽然阿斌对小芳很好，但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还是给小芳带来了不少困扰。首先是生活习惯的不同。在广西，小芳习惯了辣椒和酸味的食物，而台湾嘉义的饮食偏甜偏淡。小芳第一次吃到台湾的卤肉饭和珍珠奶茶时，那个甜味差点让她吃不下去。其次是交流方式的差异，虽然两岸都是使用中文，但台湾有很多特有的用语和俗语，再加上小芳只能通过纸笔和有限的手语交流，有时候会产生误会。比如有一次，阿斌的妈妈说好想吃担仔面，小芳不理解担仔面是什么，以为是要她担什么重担，急得直摇头。这两岸文化差异可真不小啊！换了咱们谁都会水土不服的。最让小芳不适应的是邻居们的眼光。虽然表面上大家都很友善，但小芳能感觉到背后的议论。怎么娶了个又聋又哑的大陆妹，是不是花钱买来的？能照顾好家庭吗？这些闲言碎语虽然没有直接说给她听，但通过阿斌偶尔的皱眉和欲言又止，小芳多少能猜到一些。就这样，婚后的前3天，小芳的情绪越来越低落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决定，是否应该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。她开始思念广西的家乡，思念那些虽然简单但熟悉的日子。第3天晚上，小芳和阿斌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争执。阿斌想带小芳去参加公司的聚会，但小芳因为害怕在众人面前出丑而拒绝。阿斌有些生气，说他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怎么能融入台湾生活？小芳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委屈，只能不停地摇头，最后哭着跑回了房间。哎，新婚夫妻难免会有摩擦，何况还有这么多客观困难摆在面前。
第二天一早，阿斌去上班了，留下小芳一个人在家。小芳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，决定收拾行李回大陆去。她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：我要回大陆，对不起，我不适合在这里生活。正当小芳收拾行李时，阿斌的父亲，也就是他的台湾公公回来了。老人家看到小芳红肿的眼睛和半开的行李箱，立刻明白了什么。他没有阻拦，而是示意小芳坐下，然后从书房拿出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。打开笔记本，小芳惊讶地发现里面全是手语教程和练习记录，每一页都写满了笔记，有些地方还标注了练习10次重复20遍这样的字样。最让小芳感动的是，本子的扉页上写着：为了和新媳妇交流，老头子也要加油学习。这一幕真的太感人了。想象一下，一个60、70岁的台湾老人，为了和儿媳妇交流，默默学习手语的样子。公公慢慢的、有些生硬的打起了手语，虽然动作不是很标准，但小芳能看懂他想表达的意思：家就是你的避风港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这一刻，小芳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她没想到公公会为她做到这一步。老人家接着又用手语表示：儿子脾气急，但他很爱你，我和他妈妈也很喜欢你。你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小芳放下了行李，用手语回应：谢谢爸爸，我会努力适应的。公公笑了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又取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，里面是他收集的关于聋哑人社区活动、辅助设备、台湾手语课程等各种资料。小芳翻看着这些材料，心里的温暖越来越多，真是个有心的长辈啊。这种无声的关爱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。就在这时，阿斌的妈妈也回来了。她看到这一幕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婆婆走到小芳面前，轻轻抱了抱她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一部新手机递给小芳。这是一部专为聋哑人设计的智能手机，安装了各种辅助交流的应用程序。婆婆用手指着手机，又指了指自己和公公，意思是说他们也都下载了同样的应用，以后可以通过这个更方便的交流。小芳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紧紧握住婆婆的手，点头致谢。午饭时间，公公婆婆特意做了酸辣的湘西风味菜肴，虽然味道和广西的还有差距，但这份心意已经让小芳感到无比温暖。饭后，婆婆还拿出了一本台湾本地生活指南，里面用简单的图文介绍了台湾的风俗习惯、常用语和日常生活小窍门。这就是真正的家人啊，不是血缘关系，而是这种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细腻关怀。下午，阿斌提前回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束鲜花。原来公公已经给他打了电话，告诉他小芳差点离开的事。阿斌一脸愧疚，用手语向小芳道歉，承认自己考虑不周，以后会更加体贴她的感受。看着眼前关心自己的一家人，小芳忽然觉得，也许台湾真的可以成为她的第二个家。她决定留下来，好好经营这段婚姻，融入这个温暖的家庭。咱们常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但其实一个好的婆家可以让媳妇感受到比原生家庭更多的温暖和爱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芳开始积极适应台湾的生活。她跟着婆婆学做台湾菜，学习当地的风俗习惯。公公每天都会抽时间和她一起练习手语，进步飞快。阿斌也变得更加体贴，下班后总会陪她四处走走，让她熟悉周围的环境。更让小芳感动的是，阿斌的父母主动联系了当地的聋哑人协会，为小芳找到了一个手工艺教师的工作。这份工作不仅让小芳能够发挥自己的刺绣特长，还认识了不少台湾的聋哑朋友，让她不再感到孤单。这说明什么？家人的支持有多重要？有时候我们以为的鸿沟，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真心和耐心就能跨越。小芳也在慢慢发现，台湾社会和她想象中的很不一样。在大陆，很多人还以为台湾很穷，但实际上台湾的社会福利和人文关怀非常发达。比如，在公共场所都有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无障碍设施，公交车上有专门的显示屏幕，方便聋哑人了解到站信息。医院和政府机构都配有手语翻译服务。这些贴心的社会设施让小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便利。在广西老家，她出门总要提前做很多准备，生怕遇到难以交流的情况。
但在台湾，即使独自一人，他也能轻松完成很多日常事务。真的是不出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啊！咱们常说，台湾地区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在某些方面的确走在前面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芳也发现了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一些差异。在广西老家，很多人还保留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，女性成婚后往往被期望照顾好家庭，相对来说更依附于丈夫。但在台湾，夫妻关系更加平等，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受到更多尊重。阿斌从不干涉小芳的社交和工作，反而鼓励她发展自己的事业和爱好。每当小芳有新想法，阿斌总是第一个支持她的人，这让小芳感到既新奇又欣喜。她开始意识到，这种平等的夫妻关系其实更健康，更能促进双方的成长，这就是真正的伴侣关系啊！不是依附，不是控制，而是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。有一次，小芳在聋哑人协会认识了一位来自台北的聋哑姑娘小林。小林今年才25岁，却已经是一名知名的手语讲师和残障权益倡导者，经常受邀到各大学校和机构演讲。小芳对小林的经历非常好奇，在她的印象中，像他们这样的聋哑人，能有一份稳定工作已经很不错了，怎么可能成为受人尊敬的讲师呢？通过手语交流，小芳了解到台湾对残障人士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和就业支持。小林从小就在专门的学校接受教育，不仅学习了普通知识，还接受了职业技能培训。毕业后，政府和企业都有专门的残障人士就业计划，为他们提供了公平的就业机会。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啊！不是同情，不是施舍，而是通过制度和教育，给每个人公平发展的机会。小林鼓励小芳也去学习新技能，拓展自己的可能性。在小林的帮助下，小芳报名了一个数字媒体设计课程，学习如何将传统壮族刺绣元素与现代设计结合。这个课程完全免费，是台湾政府为提升残障人士就业能力而设立的。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？与其给钱给屋，不如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课程结束后，小芳的设计作品在结业展上获得了好评，甚至有家设计公司向她抛出了橄榄枝，邀请她做兼职设计师。这让小芳信心大增，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可能性远不止照顾家庭这么简单。阿斌对妻子的进步感到无比骄傲，他特意请假陪小芳参加了结业展，并在朋友圈分享了小芳的作品，称赞她是最棒的设计师媳妇。看到丈夫的支持，小芳心里满是温暖和感动。这就是真正的爱啊，不是占有，不是限制，而是欣赏和成就对方。与此同时，小芳和公婆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。起初她还担心会有婆媳矛盾，但事实证明她的担忧是多余的。婆婆不仅没有传统婆婆的苛刻，反而像对待女儿一样疼爱她。有一次，小芳做错了事，弄坏了家里的一件古董花瓶，她吓坏了，以为婆婆会责备她。在她的认知中，大陆的婆婆往往对媳妇要求严格，这种失误可能会招来不少责骂。但令她意外的是，婆婆看到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只是笑着摆摆手，用手语告诉她，东西坏了可以再买，人没事就好。然后还安慰她不要自责，说那花瓶其实是仿制品，不值钱。这种开明的婆婆简直是媳妇的福气啊！不苛责，不计较，懂得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后来小芳才从阿斌那里得知，那其实是一件清代的青花瓷器，价值不菲。婆婆之所以说是仿制品，完全是为了不让她有心理负担。这件事让小芳深深感受到了台湾家庭中那种宽容和体谅的氛围。在很多台湾家庭中，亲情关系往往更加平等和尊重，不像有些传统大陆家庭那样讲究尊卑有序，而是更注重每个人的感受和尊严。公公也是个非常开明的长辈，他不仅学会了基本手语，还经常带小芳去参加社区活动，帮助她融入当地生活。每当小芳因为语言不通而遇到困难，公公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替她解围。有一次，小芳去社区超市购物，不小心碰倒了一排商品，收银员有些不高兴，用台湾腔的中文抱怨了几句。小芳听不见，但能感觉到对方的不满。正当她手足无措时，恰好路过的公公立刻上前解释情况，并帮忙一起收拾。
这就是真正的家人啊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这边。公公不仅在外人面前维护小芳，在家里也处处为她着想。知道小芳思念家乡的饮食，他特意学做了几道广西特色菜。虽然味道不太正宗，但那份用心让小芳感动不已。两岸的饮食习惯确实很不一样，大陆尤其是南方多油多辣，而台湾菜普遍偏甜，讲究原汁原味。但这种差异恰恰成了两人相互了解的桥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芳和阿斌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刚开始时，两人因为文化差异和交流问题经常有摩擦。比如阿斌习惯了台湾人那种含蓄的表达方式，不喜欢直接冲突，而小芳则习惯更直接地表达不满，这常常让阿斌感到不适应。但通过一次次沟通和理解，两人慢慢找到了适合彼此的相处方式。阿斌学会了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不再回避问题。小芳也学会了更耐心地倾听和理解，不急于下结论。婚姻就是这样，需要不断调整和磨合。没有天生就合拍的两个人，只有愿意为对方改变的两颗心。婚后1年，小芳怀孕了，这个好消息让全家人都欣喜若狂。公婆立刻张罗着准备各种婴儿用品，阿斌则变得更加细心和体贴，生怕小芳有一丝不适。这就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啊！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，对下一代的期待和重视是一脉相承的。怀孕期间，小芳有了一个担忧，如果孩子也是聋哑人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她一直没敢和家人讨论，怕大家担心。但有一天，阿斌主动提起这个话题，告诉她不管孩子是什么样，他们都会全心全意地爱他。公婆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，公公甚至半开玩笑地说，如果孩子也是聋哑人，那真好，我已经学会手语了，可以直接教他。这句话让小芳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心里的顾虑也一扫而空。这就是无条件的家人之爱啊，不设前提，不求回报，简单而纯粹。怀孕7个月时，小芳和阿斌去医院做了详细检查，结果显示胎儿发育正常，听力和语言系统没有异常。这个好消息让小芳松了一口气，但同时她也意识到，即使孩子和她一样是聋哑人，在这个充满爱的家庭里，也一定能健康快乐地成长。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有爱的力量，我们总能找到前行的勇气。小芳的预产期定在春节前后，按照台湾习俗，这时候准妈妈应该回娘家待产。但小芳的原生家庭情况复杂，她不想回广西老家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公婆二话不说，把主卧让给了小芳和阿斌，自己搬到了客房，还请了专业月嫂预约上门服务。阿斌的妹妹小英也从台北赶回来帮忙。小英是个医生，虽然不是妇产科，但有基本的医学知识，能给小芳提供一些专业建议。小英还特意学了一些基础手语，方便和小芳交流。这就是家人的力量啊！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们总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你身边。终于，在农历新年前1周，小芳诞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重7斤6两，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。公公激动得老泪纵横，说这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。小芳看着怀中的婴儿，回想这1年多的经历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如果当初她真的收拾行李回了大陆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是公公那个温暖的举动，默默学习手语的付出，让她选择了留下来，也因此收获了一个真正的家。有时候人生的转折就在于一个小小的决定，而这个决定背后，往往是一份真挚的情感在支撑。孩子满月那天，阿斌的家人和朋友都来庆祝，大家带来了各种礼物和祝福。小芳特意穿上了壮族传统服饰，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台湾亲人的感谢。饭桌上，公公举杯致辞，虽然小芳听不见，但阿斌用手语同步翻译。公公说，小芳虽然不能说话，但她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坚强和勇敢。她来自遥远的广西，却给我们的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和温暖。我们感谢命运让她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。这一刻，血缘、语言、文化的差异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家人。如今，小芳的生活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。她不仅在聋哑人协会找到了自己的社交圈，还开了一家网店，销售自己设计的壮族风格手工艺品。
它的产品因为独特的民族风情和精湛的工艺，在台湾颇受欢迎，甚至吸引了一些日本和韩国客户。阿斌非常支持妻子的事业，帮他处理网店的客服和物流工作。公婆则在家中帮忙照顾孙子，让小芳有更多时间发展自己的事业。这就是现代家庭的样子啊，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同时又互相支持，共同经营这个温暖的家。小芳经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在台湾的生活点滴，很多大陆朋友看到她的转变，都感到惊讶和欣喜。曾经那个被继母虐待、流浪街头的聋哑女孩，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幸福的妻子、母亲和小有成就的手工艺设计师。所以说啊，姑娘们，爱情和婚姻没有边界，幸福也没有地域之分。重要的是找到真正尊重你、爱护你的人和真正温暖你的家庭。在婚后第3年，小芳和阿斌带着孩子回广西老家探亲。多年不见的故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贫困的小村庄，如今道路宽敞，房屋焕然一新。小芳想找回童年的记忆，却发现很多地标都已面目全非。这就是时代的变迁啊！大陆这些年发展的确实很快，日新月异啊。在老家的这段时间，阿斌和他的父母亲眼目睹了大陆的快速发展，也打破了他们对大陆的一些刻板印象。公公惊叹于广西的高铁网络和现代化城市建设，直言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。阿斌则对当地的电子支付普及程度感到震惊，笑称自己在大陆反而成了不会用手机的老古董。这些体验让他们意识到，两岸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，各有所长。这不正是两岸交流的意义所在吗？打破刻板印象，求同存异，互相学习。回到台湾后，小芳的公公经常向朋友们分享他在大陆的见闻，纠正一些人对大陆的误解。他常说，大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同样，小芳也向大陆的亲友介绍台湾的优点，特别是在社会福利和人文关怀方面的先进经验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，促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和尊重。两岸一家亲啊，我们的文化同根同源，何必互相猜忌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小芳的故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。从一个被虐待的聋哑女孩，到如今幸福美满的台湾媳妇，小芳的人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个变化的关键，不仅在于她自身的坚强和勇气，更在于她遇到了真正懂得爱和尊重的家人。在婚恋这条路上，我们常常被外表、条件、物质这些表面因素所迷惑，但真正能长久的还是那些看不见的品质：理解、尊重、包容和无条件的爱。希望小芳的故事能给正在寻找爱情的你一些启示。无论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缺憾，真正的爱都能跨越这一切，为你撑起一片天空。下期我们将分享另一个催人泪下的情感故事，敬请期待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哦！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